这是我的首战，我已经准备好全力以赴。这是我的最后一战，不打算留下任何遗憾。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来到位于桃园的元智大学，欣赏113学年度大专杯飞盘争夺锦标赛。今天5月10号星期六，我们今天7场的转播要准备进入到第6场的赛事了。今天在现场已经没有再下雨了，太好了。那当然，这个湿度还是很高了，现在现场大概有85%的湿度，所以现场在刚刚看到几场比赛哦，虽然是没有下雨，不过很多选手在跑到几个地方，好像都有遇到一些水洼，也希望选手不会受到影响。对，早上的那个雨势比较大哈，过了中午之后雨势变小之后，可是选手在场上的奔跑上面还是有一些的泥泞的状况，所以不管在传接上面，还是希望选手可以注意安全。是，好，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依旧是由我周伟林跟身旁的我们的专业赛评威力吴承宪教练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服务。赛评你好，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威力很辛苦哦，这个好像每次飞盘比赛都一定要找你来转播了。今天7场已经进入到第6场的比赛了。是，其实我们现在飞盘的推广上面，现在有转播真的是非常幸福哦。以前我在玩飞盘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转播的，只能透过自己的手机或者是家长的摄影机来做一些录影上。那当然，因为平常这种手机，当然角度是有受限的，不会像我们这种有专业器材。有一个算上帝视角，还有场边专门追这个得分选手的镜头，所以当然有这个转播画面哦，留在网络上面，也给大家算是一个珍贵的回忆。是没有错。好，稍后要进行的就是由国体要来对上的是黎明技术学院。好，起码比赛被开戏了，比赛正式要开始。黎明技术学院穿的是黑色的深色上衣。就是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在比赛场地的左侧，那国体大穿的则是白色的浅色上衣。这场比赛是由国立体大先防守，黎明技术学院先进攻哦。国体大16号的陈廷伟。好，现在进攻的黎明技术学院哦。穿黑色上衣，他们正中的选手好像只有少数是台湾籍的，其他好像多数都是越南籍的选手，对吗？对，大部分都是一些交换生。那其实他们在场上的沟通也是相当的顺畅哦。是，因为包含他们的队长阮黄山在内哦，好像有多位都是姓阮的同学。是没错，因为我们知道越南籍的朋友其实很多是这个姓阮的。这场比赛对于双方而言是争取明天是打5、6名的排名赛，还是打7、8名哈？那如果胜队就是会进入到5、6名排名赛，败队的话会到7、8名。因为我们这3场应该也都是后面几间学校的这个排名赛，就看明天打的是哪一个名次的赛事了哈。是没有错。好，应该依旧是黑色上衣，黎明技术学院的球权，算盘权哦。盘权对，好，8号的阮黄山就是他们的队长。好，往前送，传到位了，找到了阮成达得分。好，目前1比0，看一下这个重播的画面，一个正手的弯盘非常漂亮，找到队友。对，而且他是往空档传哦，然后传给动能是往前的队友，接获了这个传球，这个传盘呢。我们在整个传接的部分是建议选手可以传在队友的前面，让队友去往前奔跑去接盘哦。这样其实可以推进码数以外呢，其实也比较不会被防守者抄截。开赛才进行了大概2分多钟，黎明技术学院率先攻下了这场比赛的第1分。那黎明技术学院这间学校是位在新北市这个泰山区，因为他们 UBA 其实篮球队也算是还蛮有名的。是我们看到场上的穿着白色外套的，就是他们的教练范立敏范老师哦。黎明技术学院是成立于民国70年哦。
那时候70年就成立了第1届的飞盘社这样子，所以它也是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社团。是。威力的功课其实真的做很足哦，我看你每一场比赛的那个资料其实都是满满的，几乎是 A4 纸大概7、8成满了，所以有机会也可以请威力多补充这个各个学校或是选手们的资讯。哇，那应该是一个远距离哦，看一下，哇，非常非常远啊！哇，这个正手传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哈。对，到对手都还没有站稳防守脚步，就已经达到他们的得分区哦。嗯，哇，打对方一个立足未稳，由下这个往上正手一传，1比1的平手。所以刚落后1分的国体大很快就打对方一个立足未稳，也把比数给扳平了，两队形成了1比1的平手。刚跟国体的选手在闲聊的情况，他们说他们这次虽然目标是4强，很可惜没有进去哈，但是阵中有6位是1年级的大一新生，玩飞盘的时间不到1年，所以他们接下来展望明年或后年，都希望可以重返4强的行列。因为大一生哦，这个当然未来无可限量哦，大一就有这么好的表现了，也期待他们未来3年能够有更好的成绩。好，目前盘权是在黑色深色上衣的黎明技术学院的手中。好，有接起来，大概已经过了半场。我又回到队长阮黄山的阮黄山。好，轻轻的正手传，找到了90号的阮金刚，26号的梁玉平，再回给队长。好，几次的传导，持续找寻机会。看出来黎明是非常稳健的，一盘一盘的向前推进哦。嗯，不管传左、传右、传中都没有问题哦，所以这一次的得分哦，就是非常稳健的几个传导，然后很快给到了前面的队友 touchdown 得分。对，并没有很着急的一盘就想要得分哦。嗯，最后应该是找到了29号的丁立成，他应该是正中少数的我们本土的台湾籍的同学。是，透过这个飞盘运动，也可以让这个我们越南的交换生跟我们台湾本地的同学有一个接触的机会。我们看看画面上背号66号的曾建华，也是黎明技术学的毕业的校友。学长回来帮忙学弟一起加油打气，顺便做一些指导。那曾建华也是中华代表队以及台北市代表队的选手。其实，在各个项目也都很常会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毕业的学长 OB 啊，这个毕业之后还是对母校很有感情哦，也回来算是担任助理教练，然后顺便帮忙学弟稍微指导一下。是，因为他们曾经也有接受过他们的学长这样子回来做指导。这样子一代传一代，其实可以让我们整个飞盘运动向下扎根，而且可以延续性非常长的时间呢。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好，现在开盘出界，黎明不好意思，国体的选手拿到了出界发盘点哦，是由背号8号的张恩璇持盘。是。张恩璇是硕班的同学，他以往在其他队伍都是以跑锋为主，但是在目前阵中比较少资深选手情况之下，担任控盘哦。是，结果张恩璇刚这个传盘也发生了失误，直接传到了对方的手中。比数是2比1，这边已经有提早落地了。这个超级非常漂亮，没错。再一个长传，有机会接到吗？跑，应该有接到了，没有问题哦。得分是背号2号的吕奇俊，跟那有关系这个速度非常快哦，从后面把自己队友的飞盘抢走，但这是好事，没错，因为不要让飞盘落地啊。哇！但这个分数有一半的功劳应该要记在前面传球的那位队友的手中哦。是，比数形成了2比2的平手。飞盘活动它就是一个空间的比赛哦，所以如果是打篮球的控球会来玩飞盘，其他空间感就非常的好。没错。哇，好像在另外场地欢声雷动哦。
因为其实同一时间我们这个转播场地是在场地1啦，那另外其实场地2跟场地3同时也都有比赛在进行。哇，今天一整天其实都有听到其他场地的这个欢呼声哦，还有听到 AAOA 哦，对，出现我们中华职棒的一些应援曲哦，哇，要准备自霸天下了。两队2-2的平手。哦，对面第2场地是由高师对上国北教，高师以及国北教胜队呢就会进入到明天的冠军战了哈。因为另外一个场地就是这个对战组合前一场比赛的赢家了。好，2-2的平手。哇，两队你来我往，你得1分，我也得1分。好，两边都还蛮谨慎的。哇，两边光是在布阵上面，其实就花了一点时间。好，比赛恢复进行，2-2。黎明的盘拳，找到了队长阮黄山。哇，这个两个队友自己撞在一起哦。对，哇，准备要打对方一个立足未稳了，黎明派出往前面送，哇，这又是太着急了哦。其实他们两个自己的队友撞在一起之后，其实前面是多打少，国体应该是有一些机会哦，可是自己没有把握好。对。刚刚其实空档出来，只要稳稳的传到位，就可以为自己的学校攻下分数了。黎明的进攻，好，稳健的往前传。哇，刚刚这一拍其实前进了不少的码数哦。才在右边的边线找到队长，对，队长阮黄山往中间送。卢文源，球队的精神队长。好，这个正手有接起来，应该是有得分啦 ，touchdown 没有问题。黎明再得1分，看一下，哇，用生命把这个飞盘给接到手中，没有让它落地啊。对，这个接盘的选手要给他记上一支嘉奖哦。因为刚刚自己传盘的选手稍微传到他的身后一些些，但他把他用生命把他抱起来。没错，奋不顾身哦。3-2，黎明又取得了1分的暂时领先。哇，双方这场比赛才进行了10分钟，就打得非常的焦灼哦。对，双方你来我往，这个实力是相当啊。是，今天好像还没有比赛是打满60分钟的。对，非常有机会哦，会战到最后1兵1卒哦。在今天比赛7场转播的第6场，掀起了另外一波的高潮。而且两队对每一个 play 都非常的谨慎哦。好，看看这一次的开盘，应该开出界了吗？对，开出界了。好，还是由硕班的张恩选同学持盘哦。哇，防守方都是几乎要这个脸对脸守在对方的面前了。找到李威正，是，在一个正手。对，李威正的这个正手传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的。哦呦，有抢回来，没有发生失误。看看这一个，有接到吗？没有掉下来。这个传盘是有点大胆的一些。因为后场其实蛮多防守选手在后面做布阵的哦。是。看一下刚刚这一个颠倒盘，这个颠倒盘其实给的位置可以再更外侧一些，或许防守方就比较不会有干扰机会。但是创意是蛮好的。对。好，就看黎明可不可以拿下这一分，拉开比数，还是国体大可以再守下来扳平呢？好，黎明从后场持续的，哇，这么轻易的就发生了失误，这算蛮罕见哦。对，刚刚队长的一个传盘被国体大的队长李威正给抄截掉。对，好，盘权又回到了国体大手中，2-3，暂时的1分落后。往右边送，
们会建议选手把盘回到场中央，会比较好做进攻。是，再移转到左侧，没错。看有没有机会再找到队长李威正。李威正手长脚长，用一个假动作，哇，很轻松就得分了哦。所以李威正刚从右边，然后冲到了左边，再给了一个短盘，看一下。哦，这是一个假动作哦，连镜头都被我们骗掉了。哇 ，nice play 哦。对，其实场上的假动作还是要多做哦，影响到防守方的一个视线或者是他的一个机动性。尤其李威正不太确定他的身高多少了，但是看起来手长脚长的，应该至少180跑不掉了。是，因为从他的身高来看，就比他的队友都大概高出半个头。李威正也是我们2023年亚锦赛男子组的代表队，以及2024年世锦赛男子组的选手哦。是，就难怪这个先天条件其实是相当的出众哦。3-3的平手，前14分钟。好，双方都相当的谨慎哦。好，举手准备要开盘。现场好像阳光也露脸了。哎，这个开盘开得还 OK。好，有点高，接起来。黎明的进攻，正手往右边送，没有问题。想办法要再往前传几码。哇，1对1哦，亦步亦趋的防守。队长往左边送，哇，哎呀，没有接好，发生了失误。那这是国立体大的机会了。对，这个单手接盘有点危险哦。尤其今天的盘是比较湿的。对，好，2个假动作，没有传球。非常谨慎的把握住这一次的进攻机会。国立体大有机会反超吗？喂，结果这一次的传盘也发生了 A 啦失误。在国体大场上的3位比较有经验选手都在场下做轮替哦，在休息当中，所以场上的选手相对是经验比较之前一些。是。好，黎明技术学院把节奏给放慢。稳稳的一拍一拍，慢慢的推进自己的码数。我们看到黎明的短传稳定度是很高的哦，但如果他们队伍上面是可以有是长传的得分机会，哇，他这样得分，这是来自于队长阮黄山的助攻。对，传给背号5号的阮成达。对，哇，队长的这一传，哇，非常非常远距离哦。这场比赛第1分也是他们2个连线哦。没错。我刚刚讲到一半，他们的长传如果可以多一些的话，其实他们的进攻会更有一些威胁性。因为如果你只不断的打短的话，那对手也知道你不会有长传的可能性哦。所以向后的突击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可能是黎明技术学院在这场比赛一个突破的关键点哦。4-3，黎明又把领先给拿回来。开盘送过去，黎明技术学院每个选手的基本动作其实都是蛮好的哦，他们在个人赛的一些教导方面是非常扎实的。那体大呢，有台中的台体大跟桃园的国立体大，国立体大就是在龟山区，桃园的龟山区。哇，这个一个。因为是不是因为差点出界，所以赶紧送出来，赶快接回来这样子，结果还是造成了一个失误哦。哇，国体大的失误会不会让他们付出代价呢？黎明很快的往前传，前面没有队友啊。没错，哦有，哦这一拍也要小心哦。哦，这个拍的状况其实不太理想哦，因为他如果拍下来被黎明的选手接到，还是比赛进行中哦，而且已经很靠近得分区了。好，国体大2次的正手传球，把码数给推高。假动作，李徐英找到了威正，没错，李威正队长。前面其实有人偷跑，但是没有送过去。
哇，非常漂亮哦！哇，李威正真的传球的意识非常非常的精彩。对，这个空间感跟知道队友的跑位哦，顺利拿下这一分。没错，看一下画面右边的李威正，刚传给从画面左边跑到右边的队友，把比数给扳平，两队4比4，再度战成了平手。先得到6分就会进入到半场，或者是30分钟，所以目前还有12分钟。这场比赛看得出来，两队的实力其实相当接近哦。一个是分组第2进到了8强，另外分组第1，可惜他们在争夺进4强的那场比赛输掉了，所以相信这场比赛双方都非常想要拿下胜利。且以我们今天转播的6场比赛比较起来哦，今天目前这一场正在进行的黎明跟国体大，应该是今天实力真的最接近的一场。比赛准备进入到第20分钟。而且摊开国体大的选手目前没有4年级的学生，所以代表他们明年都还可以再打1届的大专杯哦。是，所以借由这次的比赛累积一些经验，相信明年会获得更好的成绩。对，好，因为国体大的开盘都开得很远哦，所以黎明的马术都要从这个自己家门口跑非常远的距离。但是黎明的传导其实是做得非常的好。哦，这一拍其实传得不错哦，哇，有机会了！前面跑在前头，接获了传球，接获了传导，还差一拍，接到之后就得分了。黎明 touchdown， 第5分拿到。我们再来看看这重播的画面，这一拍其实传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哈、哦，然后前面的箭头也出来了，没错，丁立成很快的再往前送，最后阮成达。刚刚我们看到的画面是3个进攻方在得分线前面，防守方走2位。如果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建议防守选手不要再去盯着持盘者，应该是往后去寻找其他的进攻方，因为你防守持盘者还是会漏了一个人在后面哦。因为主要要得分，还是跑在得分区域的那个选手最重要了。没错。黎明学院5比4，再把领先拿回来。黎明再得1分，就会进入到中场休息时间。好，换一个人来开盘。好，依旧是马术也开得非常的远。好，现在出界一样，从出界发盘点开始进攻。是18号戴着帽子的队长李威正。好，场边持续的告诉场上的选手要讲话哦。看看这个正手没有问题，往回传也 OK。国立体大又是1分的暂时落后。哇，黎明学院这个盯防还蛮好的、哦，差点让李威正发生了失误。哦哟，这一拍有接起来。哦，国体大这边是吕其俊哦、张恩选及李威正3位。哦，3位主力选手在场上做进攻比较多哦，是也顺利拿下了这1分哦。哇，李威正从哪里冲出来的？怎么突然一个箭步跑在前面他就得分了？好，接下来上半场最后1分，对双方都是相对的关键。是，好看一下这一拍，哇，类似篮球的一个 V 卡哈、哦，是这个一个重心的转移，就骗倒了防守选手。没错。5比5，其实双方都还有一次暂停没有使用哦。上半场如果说黎明攻到半场过后想喊个暂停布阵一下也可以，或者是攻守转换之后，国体大会在适当时机喊出暂停，拿下上半场关键这1分，其实对于整场比赛是相关重要的。但看起来好像两队都没有想要喊暂停的意图。对，有可能想待会发盘之后再进行一些暂停的战术指导。
好，国体大白色上衣又让他们的队长李威正来开盘。哇，看看这一次也是开得非常非常的远哦。好，没有问题。黎明技术学院接货之后，很快的想要把马术给很快的往前传。哦，这个1对1，国体这边打了一个协防的防守哈，李威正跟吕奇俊2位是没有去防守到其他选手的，是他们是用协防的方式想要干扰断掉中间的盘线。哦，看看这个改变哦，会不会收到效果呢？哇，黎明，好，这一拍有传到，再回给李维正一直在后面做一些协防哦，对，没有问题哦，黎明还是顺利拿下这一分，没错，好，所以是黎明技术学院率先攻下了第6分。虽然国体大有这个防守上面做一些阵容的改变了，不过还是让黎明率先攻下第6分。看一下刚刚这个第6分怎么得的。37号的范金创，很快的往前送。好，要进入到了中场休息3分钟的时间，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欢迎持续透过我们的现场直播，一起来欣赏113学年度大专杯飞盘争夺锦标赛。今天7场转播的第6场，国体大跟黎明技术学院的交手，这应该是今天这个最激烈的一个对战组合了。上半场打完之后6比5，两队仅1分的差距。这两支队伍都是有4强的实力哈，只可惜在争取4强门票的时候惜败了对手。黎明也是上一届大专杯的第4名的学校。所以这次想要再重返4强，可惜在上一场比赛输给了国北教大。好，两队在上半场其实各自都有的一些优势哈。黎明技术学院就是他们的短传其实做得非常好，那国理大好像是对于空间掌握会更好。
对，所以双方其实都有一些自己队伍的一些优势。那国体大的3位主要的选手李威正、吕其俊以及张恩璇3位呢，不断的在场上做进攻，也是希望带领学弟一起往前的前进哦。那黎明的短传确实是非常的稳哦，几乎没什么失误。但他们如果有一些长传的表现出来的话，或许可以造成国体大的一些防守的压力。因为好像很少看到黎明技术学院做这种远距离的传导。对，大概中长传会有，但是完全的长传相对是比较偏少的哦。这个开盘出界又由队长李威正到出界发盘点开始。那现在下半场是由国体大先进攻，上半场的时候我们都会进行双方的拆盘，拆盘会先选我要先进攻或防守。我们大部分会建议选手先选防守，因为下半场我们就有先进攻的机会。是，所以目前国体大虽然落后1分，但是下半场是先进攻的。如果上半场他们有个 mini break 的话，下半场可能会拉开到2分的优势。因为上半场好像最多就是差1分而已哈。是，也都没有这个好像分差在2分的情形。对，所以双方的实力是相当接近的哦。没错。好，回中。一个大象找到了队长李威正。对，李威正刚用假动作。张恩璇的扑盘，好险哦，有扑起来。好，应该要再回给队长李威正，示意队友上来。好，这1分当然有这个半分要记在前面的这一扑哦。好嘎仔，海豚扑。这是8号的选手张恩璇，两队现在形成了6比6的平手。张恩璇这位选手特色呢，就是特别喜欢吃海鲜哦。对，所以精力旺盛啊。哇，你的功课做的真的蛮低调的。那他有说他喜欢哪一种海鲜吗？虾子、蛤蜊、生蚝都可以这样子。然后近期又交了新的女朋友，看起来在直播场上。他应该是女朋友在电视机前面帮他做加油。是，所以感觉比赛好像会更有动力这样。对。6比6的平手，率先获得11分的学校将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好，开过去。真的开得有够准的。开盘其实不是只单纯丢得远就好了哈，必须要角度也是正确的，在场上是最理想的。是。好，现场这个时间点，因为大概3点多快4点，好像现场太阳有露脸了，所以这个太阳有角度会不会影响到场上呢？其实也是一个关键哈。刚刚场上一个扑超背号1号的谢优哲。把这个盘权回到了国体大的身上，是精彩的一个 play。往前冲哇，一个 color hand 哦，非常非常精彩哦！哇，场边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一个抄截之后直接得分哦。一个抄截，然后往他的得分区里面直接接到得分。哇，29号的丁立成，这样的好表现一定会让整支队伍的士气大振。攻下了第7分了。目前准备进入到第33分钟，所以学长再来跟学弟交代一些场上要注意的事情。是，曾建华选手也是黎明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哦。他以往在场上都是比较默默的，不太说话，但是现在不断的练习在场上的沟通，现在也可以回到母校来指导他的学弟，所以是很棒的一个传承哦。7比6，1分差，依旧是1分的差距哦。比赛依旧是相当的焦灼。准备开盘，
好，国体大又是落后1分。哦，国体大前面有个偷跑，但是没有机会哦。对，前面没有传到位，应该说没有传出去哈。再交到队长李威正手中，往中路送，找到了吕奇俊，张恩璇往左边送，李威正。好，看一下场上的位置，李威正跑了，跳起来有接到。李威正的身体素质跟对手真的是有一段差距哦。对，他几乎在场上是带着防守者跑的哈。对，一个传盘之后一个上线，就在得分区里面拿下了第7分。而且虽然黎明都可以率先攻下这个超前分，不过国体的追分都来得很迅速，而且都非常轻松。7比7的平手，两队都非常有机会哦。国体大有机会演出大逆转吗？现在看起来国体大他们在选手的调度上面，可能要开始思考一下，因为李威正跟吕奇俊几乎是没有下场休息的哦。有没有可能到了第9分、第10分关键的 point 之后，造成体力上的一些流失？其实，在这种防守分上面，如果可以让他们休息个1分，其实在进攻上面可能会有更好的成效。是，所以即使吃了海鲜，也都还是需要休息的。是，所以我们看到张恩璇应该是目前在场下休息一下。是7比7的平手。好，开过去。哇，这个是不是发生了失误啊？没有，没有，他没有，应该是没有直接接到，滚到后面去，所以应该还好。如果没有滚出线的话，就是会在线内直接继续进攻；如果滚出线的话，还是到得分线上哦。是，哇，现在是国体一个好机会哦。没错。好，看一下刚刚，哦，是有先落地了。哦，国体现在也是防守的非常的加压。好，往右边送，有接到。哎呦，再接起来有点惊险，正手往前面送，但是被拨掉，发生了失误了。哦，国体的机会来喽。没错，而且国体其实这个大概半场就把对方的盘给拨掉了。看一下刚刚这一拍，就是这一传的被对方给拨掉。哎呦，刚刚是防守方黎明有人跌倒，国体的码数持续的缩小。往左边送，有人跑了，往前面传，哦呦，哇，小心小心，双方都已经摔出了草皮区了。好，双方确认一下接到盘的界内位置哈，然后敲地，比赛继续开始。是，好，所以盘权依旧是在白色上衣的国体大手中，他们已经非常靠近了得分区域了。国体拿下了超前分哦，没错，又是李威正以及吕奇俊的连线哦。哇，这应该是今天国体第一次的领先哦，攻下了第8分哦，超前分。所以以靠近得分区的把握度来讲，国体是在这场比赛做得非常非常的理想，没有错。他们上一场对到高师大的比赛，就是有一些些许的失误哈，导致落败。那这一场看起来已经有修正回来了。国体大现在是领先方了，8比7。准备进入到第38分钟，中后半段。现在这个1分差，但是领先的是前面其实都是一路落后哦，想办法在后面苦苦追赶的国立体大。国体来开盘，
好，这个盘开盘之后落地滚到底线后，就会拿到得分线上做进攻哦。如果是落地之后停在界内的话，就会从落停点的地点开始做进攻。现在换黎明技术学院要来做追赶了，往回送。大概位于半场的位置，正手传球也没有问题。一个反手 break， 没错，一分 goal， 这是黎明技术学院的一个机会喽。哦呦，滑倒，还好赶紧爬起来。提早落地了。哇，一个传盘的失误，黎明这个失误有可能会造成双方的比数再度扩大哦。因为盘权回到目前领先的国体大手中。国体大喊出暂停。好，所以是国体大喊出了暂停。刚刚国体大在对方失误之后，队长李威正持盘喊了一个暂停，来部署一下这一波进攻。因为目前距离比赛终了大概还有20分钟左右，那这一分如果拿下拉到2分差，其实对于国体大是比较保险的。现在场上的教练池场佑以及苏廷义教练在帮国体大进行一些进攻的布阵。那黎明这边的话，由范立敏范教练也是在提醒一下场上选手，待会防守时该做些什么样的叮咛，这样子。暂停的时间会有60秒，但是大表时间会继续走的，准备进入到第40分钟了。8比7，前面一路苦苦追赶的国立体大，现在是1分的暂时领先。看得出来，来到第2天的赛事，双方选手体力稍微有点下滑了哦。所以最后的这些时间，就是以意志力以及稳定度来做，看谁稳定度高，应该拿下比赛的机会就相对是比较大的。尤其你的这个失误如果发生在关键时刻，可能对方打赢一个立足未稳，那1分就会很迅速的得到了。是。好，这是队长李威正，国立体大的队长。从他在场上的影响力看得出来，真的是这个球队的主力选手。1分差距。好，看看这个60秒暂停回来之后，这一波的进攻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好，这个比赛就是暂停过后，进攻方必须站好，防守方才能上去做防守的动作哦。哇，这个传盘有点可惜，哇，后面帮忙到啊，好险哦，有帮忙啊，要不然可能是一个李威正的传盘的失误。好，有传到位，找到了谢佑哲。谢佑哲在找他的队长李威正了。是。好，再回中。我看起来国体大这边就是要把盘倒回给队长，相对是控盘比较稳的选手。好，队长李威正持盘往前传。好，这个有顺利得分的，他是在跳起来之后落地的地点是在得分区里面。对，所以现在国体大拉开了2分的差距。对，吕奇俊刚刚最后的那一跳，其实是在界内的，所以攻下了第9分，9比7。哇，现在是国体大领先2分哦。哇，场上的阳光越来越刺眼了。因为以其中一边的来讲他们应该在进攻的时候都会受到一点影响。甚至是双方可能应该都会有点影响是因为这个天气跟上午的天气差蛮多的，那选手必须要很快的去适应这个场地的气候以及目前场上的状况。因为早上的比赛是雨势会影响到所有选手的视线，
但现在反而是另外一个极端呢，是阳光哦，刺眼的阳光影响到，尤其是几位可能没有戴太阳眼镜的选手。好，张恩璇的开盘，好，开过去，李明要加油了，从一路领先，现在变成落后2分。哎呦呦呦！队长嘎仔救了这一命，差一点失误哦！哇，这个失误如果刚刚发生的话，有可能比赛会出现变化吗？哇，真的发生失误了，国体大的机会哦。好，发出去，已经非常靠近得分区域了，把空间给拉开。已经很靠近得分区域了，往中间传。哎呦，有接起来吗？应该是有，没有落地。比赛继续进行中。好，这次的传盘发生了失误了。哇，真的感觉两边的体力都已经好像到了一个临界点哦。是因为现在国体大场上现在留下张恩璇一位选手哦。吕其俊跟李威正在场边稍作休息，毕竟现在有2分的领先，其实可行的。让我们修串几雷哦，前面真的跑太累了。哇，这个传盘有点大意了。对，这次的传盘也大意了哈，发生了失误，有点看到黑影就往前传哦。盘权又回到了目前领先方的国立体大的手中，接获起来没有问题。啊，哇，两边真的现在互相都有一些状况哦，都有发生失误。这个传盘也相当危险哦。哦呦，接起来吗？哦，好像有接起来耶，没有落地耶。那李明有机会得这1分吗？把空间拉开。好，双方的选手都回到了该进攻的位置，该防守的地方。1对1。好，正手往右边传，好像被拨掉了。刚刚拨掉的是背号30号的林坤宪哦。是，哇，前面有人偷跑了哦，有机会接到吗？接起来，哇，应该是有得分呐，没有问题。那这就是听牌的第10分喽。哇，选手也显得相当的兴奋哦，看看这一拍传得非常非常的远。哇，而且是在界内哦，把这个盘给接起来。哦，这样的长传得分也可以大大提振国体大队伍的士气哦。因为刚刚他们是2位主力在场下休息的，是。那现在2位主力又回到了场上哈。因为10比7，国体大领先，现在已经有着3分哦，是目前在场上国体大领先最大的一刻。时间剩下最后的大概14分钟不到，黎明技术学院不能再发生前面几次比较大意的失误了。好，现场的阳光好像稍微减弱了一点点。来看国立体大的开盘，由李徐俊开盘，这一个比赛的最后1分开盘哦。黎明不能再发生失误了。现在看起来国体大是要想办法抄对方的球，抄对方的飞盘。比赛好像终止了下来。对，前面有个扣，是不是应该是有点身体接触吗？对，在非持盘者那边有身体接触。是。好，往后送。前面有人偷跑了，有机会接起来吗？接起来没有问题。来，前面还是有一个扣哈。前一拍是不是又有状况？对，所以国体的选手并没有往前去追到防守者、进攻者的。然后透过我们的画面才能够清楚的掌握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国体大这边扣了一个 violation， 应该是还没有就定位的时候，黎明就已经出手了，所以扣了一个违例。是，而且好像防守方也那个进攻方也接受了哈，就有点类似在篮球罚球的时候提早进场，是就先动了这样子，实际上是不行的。对。好，黎明要加油了，尤其是他们不能再发生失误，依旧是用着他们最有把握的几次近距离的传导，想办法缩小码数哈。好，1对1，迟迟没有做传导。哇，两边好像又有一点言语的交换哦。准备进行到第49分钟。黎明3分的落后，这一拍有机会接起来吗？跳在空中，哇，应该是有接获了哦。对，因为到最后的时候，其实风还带往上了一下哈，国体的选手跑过头一点点，而且好像跳得比较早哦。对，看一下，就是这一拍，以为要落下来的时候，结果风好像帮忙吹了一把，对，又往上带了一些，是，所以让黎明躲过了一劫，再添得1分，8比10。8比10，但黎明是有2分落后，好像黎明要换人了。其实距离时间比赛终了还有差不多10分钟左右。对，10分钟追2分，其实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对，其实黎明现在至少也要追，至少差距1分，就算比赛时间终了，还是会达到第11分哦。国体大就剩1分，就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是。准备开盘，关键的几个来回将会决定这场比赛的命运。好，黎明这场比赛大概有4到5次的开盘，其实直接出界的哦。这样其实比较让国体大是有时间去布阵他们的进攻的。如果是开在界内的话，国体大必须要马上接到盘就开始进攻哦。好，现在李维正、张恩璇都在场上，还有吕奇俊哦，3支国体的主将，因为就剩1分了。缓缓的走回来，交在队长李维正的手中。好，往前送，再回给队长李维正，反手往前传。好，2个传导，这个球被黎明给拨掉。哇，黎明展现了韧性哦。哇，场边的加油团也显得相当的兴奋。对，刚刚第2拍的传盘其实已经被后面的协防的选手看到哦。所以盘权又回到了落后方黎明的手中。哇，差点发生失误。哎呦，哇，黎明这边自己也发生一个传盘失误哦。没错。29号的丁立成刚刚想要去接，但是没有办法接到，他自己还摔到了水坑里面。国体大就剩1分了。李维正接到了盘，哇！结果李维正也发生了失误。对，这个传盘有点太随性了。喂，哇，双方你来我往的送盘呐。没错，场上各自主轴了。2分差距，李维正示意队友走位，跳起来还好有接到，码数持续的缩小，就剩最后那关键的1分，有办法拿到吗？这手往前传，李维正帽子都掉了，接获了传球，应该是有接到位了，而且他已经开始庆祝了，看起来应该是有效啦 ，score 得分，应该是第11分，没有问题了。哇，国立体大在这场比赛是展现韧性哦，他们在上半场其实是落后方的，是，然后下半场他们穷追不舍的哈，逆转之后拿下最关键的第11分。哇，所以这个关键哦，可能还是这几位国立体大的主力，包含了队长李威正，还有吕奇俊，还有张恩璇这3位选手。是，那也相信明天的第5名之争哦。
国体大一定很想要把它拿下来啊。是，好，也再度恭喜国立体大在这场比赛算是下半场后来居上，拿下了比赛胜利，击败了黎明技术学院。好，我们待会就要准备进行今天的第7场，也就是最后一场的转播了。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喽，拜拜，拜拜。